意式拼配咖啡豆是全球咖啡使用量最大的一个品种，几乎每个咖啡连锁店、独立品牌店都离不开意式拼配咖啡豆。全球每天消耗的咖啡量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虽然精确的实时数据难以统计，但根据多个市场研究和咖啡行业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天大约消耗超过20亿杯咖啡，其中意式拼配咖啡豆的占比达到 98.6%， 所谓的精品咖啡连 2% 的消耗率都不够。这个巨大的消费量反映了咖啡作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的地位。它不仅是许多人开始新一天的提神之选，也是社交、工作和休闲时的重要伴侣。全球各地的咖啡文化差异很大，但对咖啡的需求持续旺盛。现在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美国西型咖啡期货暴涨，反而高品质的单一豆子涨价没有那么厉害的原因了吧？因此今天聊聊意式咖啡豆。意式拼配咖啡豆的意义在于通过混合不同种类、产地和烘焙度的咖啡豆，创造出一种独特、稳定且具有意式浓缩咖啡典型风味和口感的咖啡配方。这种配方的艺术和科学是意大利咖啡文化的核心之一，其主要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实现稳定的风味特征。咖啡豆作为农产品，其风味会受到产地、气候、处理方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存在批次间的差异。通过将不同特性的咖啡豆进行拼配，可以相互补充、取长补短，使得最终的咖啡风味更加稳定，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提供消费者熟悉的意式浓缩咖啡体验。二、平衡不同的属性。不同的咖啡豆具有各自独特的风味、酸度、苦度、醇厚和香气。例如阿拉比卡豆通常带有丰富的花果香气和较高的酸度，而罗布斯塔豆则提供更浓郁醇厚度、更强的苦感和更丰富的咖啡油脂。意式拼配通常会结合这两种豆的优点，通过调整比例达到风味上的平衡，既有复杂的香气和柔和的酸度，又不失浓郁的口感和厚实的油脂。三、适合不同的冲煮方法。意式拼配咖啡豆主要是为了意式浓缩咖啡机而设计，高压高温的萃取方法需要咖啡豆具有特定的物理和化学特性，才能产生理想的包括浓厚的油脂。拼配时会考虑豆子的密度、结构以及在研磨和高压下的表现，以确保最佳的萃取效果。四、反映文化偏好。意大利作为意式浓缩咖啡的发源地，对其风味有着深厚的文化偏好。传统的意式拼配往往追求浓郁醇厚、带有巧克力和坚果风味，且具有丰富油脂的咖啡。这种拼配风格代表了意大利人对咖啡的理解和喜爱。五、创造独特的招牌拼配。对于咖啡烘焙商而言，意式拼配也是展现其技术和创意的方式。通过开发独特的拼配秘方，可以打造出具有辨别度的品牌特色，形成自己的招牌风味。意式拼配咖啡豆通过精心的豆种选择、比例调配和烘焙，克服单一产地咖啡豆的局限性，创造出满足意式浓缩咖啡独特需求和意大利文化口味偏好，具有稳定、平衡且丰富风味的高品质咖啡。它是意式咖啡豆得以在全球普及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二、意式拼配咖啡豆的烘焙概念及
烘焙方法。意式拼配咖啡豆的烘焙是其风味得以充分展现的关键环节，其概念与方法都围绕着为意式浓缩咖啡量身定制这一核心。意式拼配咖啡豆的烘焙概念不仅仅是将咖啡豆烤熟，更是为了在高压高温的意式浓缩萃取条件下，最大限度地释放咖啡豆的优点，掩盖其缺点，最终呈现出标志性的意式浓缩风味。其核心概念包括强调风味平衡与醇厚度，口感饱满且风味平衡的体验。烘焙旨在发展出巧克力的、坚果的、焦糖般的甜感，同时降低或优化豆子本身的酸度，避免萃取时出现尖锐或刺激的风味。丰富的具有意大利色泽油脂覆盖表层是优质意式浓缩咖啡的重要标志。烘焙过程会影响咖啡豆内部二氧化碳的含量和油脂的释出。中度到深度烘焙有助于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并在高压萃取下形成稳定的乳化层及颗粒码。意式浓缩咖啡的萃取时间通常很短，大概20到30秒之间，需要咖啡豆的物质能够快速溶解于水中。中深度到深度烘焙能使咖啡豆的细胞壁结构更容易被破坏，有利于咖啡物质在高温高压下快速有效地萃取出来。不同产地、不同特性的咖啡豆，尤其是阿拉比卡和罗布斯塔，烘焙概念需要考虑到如何通过烘焙手法将这些不同豆子的风味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比单一豆种更复杂、更平衡的完整风味。意式拼配咖啡豆的烘焙方法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会因烘焙师的理念、所使用的豆子以及最终想要达到的风味而有所不同，但普遍来说会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传统的意式烘焙通常偏向中深度到深度烘焙，这意味着咖啡豆的颜色会呈现深棕色，表面可能会有少量油脂释出。二、烘焙过程中通常会进行到或接近豆子的二爆。一爆是咖啡豆内部水蒸气气化撑破纤维的声音，而二爆是咖啡豆内部结构的纤维崩解所产生的声音。油脂开始渗出到豆子表面。达到二爆程度的意式咖啡豆能显著降低酸度，增强醇厚度和苦甜感。三、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豆子的品质不断提升，现代意式拼配也出现了一些采用中度烘焙的趋势，旨在保留更多咖啡豆本身的地域风味和更明亮的酸质，以适应不同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单一产区豆子的 SOE 今天不在这一次讨论的范畴。四、意式烘焙通常会采用相对较长的烘焙时间，尤其是在发展阶段及一爆结束到出锅的时间。较长的发展时间有助于充分发展咖啡豆内部的风味，减少生涩感，增强甜感和醇厚度。烘焙曲线的设计需要考虑到不同咖啡豆的特性，例如罗布斯塔豆通常比阿拉比卡豆目数与密度都要小，有机物质相对低，需要更高的温度或更长的时间才能达到相同的烘焙程度。五、经验丰富的烘焙师会根据豆子的种类、密度、含水量等因素调整炉温、风温、滚筒转速等参数，以确保咖啡豆内外受热均匀，避免
外部烧焦而内部未熟的情况。6. 烘焙的意式拼配是生拼还是熟拼？几种目数含水率比较接近的豆子混合后一起烘焙，就是所谓的生拼。按照不同特性的豆子分开烘焙，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在一起，就是所谓的熟拼。熟拼这种方法可以针对每种豆子设计最佳的烘焙曲线，更好地发挥各自的特性，并更容易控制最终拼配的风味稳定性，是许多精品咖啡烘焙商常采用的方式。至于生拼还是熟拼的咖啡豆比较好，目前没有统一的定论，但是生拼烘焙的咖啡豆能相对节约烘焙时间，让利益更大化。熟拼的豆子在品质上更加稳定。一般拼配咖啡豆的烘焙操作方法是选择合适的生豆，根据最终目标风味，选择具有互补或增强作用的阿拉比卡和罗布斯塔豆。例如，选择能提供巧克力和坚果风味的巴西豆、印度尼西亚的曼特宁等豆子，以及能增强油脂和醇厚度的优质罗布斯塔豆。如果是烘焙后拼配，需要为每种豆子制定单独的烘焙计划，在烘焙过程中密切关注温度、时间、豆色变化、香气以及一爆和二爆的声音，确保从一爆开始到烘焙结束有足够的发展时间，以充分发展风味，减少烘焙不足带来的负面风味。烘焙完成还需要迅速的冷却咖啡豆，停止烘焙反应，保留最佳风味，然后进行意式浓缩的萃取和杯测，评估咖啡的香气、风味、醇厚度、酸度、苦度以及可丽玛的表现。根据杯测结果对拼配比例或烘焙曲线进行调整，直至达到理想的意式浓缩风味。意式拼配咖啡豆的烘焙是一个既有技术性又有艺术性的过程，需要烘焙师对咖啡豆有深入的理解，并具备精湛的烘焙技艺，才能最终呈现出一杯令人满意的意式浓缩咖啡。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欢迎关注提斯特咖啡视频号，谢谢。